如果你用半个世纪去追寻一个梦想，却发现那梦想最终化作让你寝食难安的阴影，会是怎样的滋味？这是一个听来近乎荒诞的故事。一位耗尽毕生心血创造人工智能的科学家，如今却站在时代的另一边，警告人们提防他亲手开启的革命。他曾被誉为人工智能教父，但如今更像一名忧心忡忡的守护者，甚至有人称他为与 AI 作战的斗士。这位传奇人物就是杰弗里·辛顿。时间回到50年前，那是20世纪70年代，英国一个年轻人正怀揣着一个大胆的念头，让机器像人一样思考。他就是年轻的辛顿。当时的他还只是剑桥大学心理学系的一名学生，脑海中却已跳动着一个非同凡响的梦想，创造真正的人工智能。辛顿出生于一个充满学术氛围的家庭，可以说追寻智慧的种子在他血脉中流淌。他的曾祖辈是著名的数学家和逻辑学家，父亲则是一位昆虫学家。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辛顿对智能二字有着天然的好奇。他并非一开始就是工程师出身，反而对心理学和大脑运作充满兴趣。他不断思索，人脑是如何学习和记忆的？如果能揭开大脑的秘密，是否就能让机器也拥有智能？大学时期正值人工智能这一新兴概念初露锋芒的年代，辛顿在剑桥学习心理学时，接触到了当时两种截然不同的 AI 研究道路。一条是主流的符号派人工智能，试图用逻辑规则和符号来模拟人类思维；另一条则是冷门的连接主义，试图仿照人脑的神经网络结构，让机器自我学习。辛顿敏锐地感觉到，后一条路或许蕴藏着改变未来的力量。何谓神经网络？简单来说，就是用计算机模拟人脑中神经元连接的模型。与其像传统编程那样写下繁琐的规则，不如让机器自己从数据中摸索规律。就好比教小孩识别猫，传统方法是告诉他猫有尖耳朵，会喵喵叫等一条条规则，而神经网络的方法则是给小孩看上千张猫的图片，让他在大量实例中自己总结出猫的概念。辛顿觉得让机器像孩子一样去学，而不是被动接受人类预设的指令，这才可能是真正孕育出智能的途径。然而，在70年代，这种观点几乎无人认可。人工智能领域的大多数权威都站在符号逻辑那一边，他们认为智能就是符号推理和搜索，写规则、做演绎才是正途。相比之下，神经网络听起来太模糊，也缺乏数学上的优雅。一些学者直言不讳地嘲笑说，让机器自己学，等太阳从西边出来再说吧。其实，这种轻蔑并非空穴来风。就在辛顿投身 AI 前不久，神经网络领域经历了一次沉重打击。1969年，人工智能权威马文明斯基和西摩派普特出版专著，严苛地指出了早期神经网络模型的局限。这本著作一出，几乎给让机器像大脑一样学习判了死刑，令学界纷纷转向符号方法。也就是说，辛顿选择神经网络路线时，他已被主流视作一条走不通的死路。质疑和冷遇接踵而至，辛顿在提出自己的神经网络构想时，经常面对质疑的目光。在学术会议上，他怀着满腔热情介绍自己的模型，却常常换来同行半信半疑的眼神，甚至有人当面批评他的模型不够严谨，不具普遍性。更现实的是，研究经费的申请也频频碰壁，当时的基金机构倾向支持符号派的项目，对于辛顿这种标新立异的思路并不买账。年轻的辛顿仿佛被挡在了主流科学的大门之外，在那段日子里，他的理论被嘲讽、被忽视。辛顿本人也几乎被学术主流所抛弃，换做别人，也许早就放弃了。然而辛顿却异常执着，他坚信大脑式的机器学习才是人工智能的未来。不被理解又如何？被主流排挤又怎样？他选择迎难而上，逆风飞翔。有人把他比作学术界的堂吉诃德，独自对抗着整整一个时代的偏见。辛顿自己后来也调侃说，那段岁月里，他就像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行，但心中始终有一束火光指引。他经常独自对着嗡嗡作响的计算机熬到深夜，不断调试算法，记录实验结果。昏暗的实验室里没有掌声，
也鲜有人相信他的方向，但他的信念从未动摇，屡败屡战，只为心中那个燃烧的理想。拿下博士学位后，辛顿在英国申请研究资助，试图开展神经网络方面的实验，而接踵而来的却是失望。英国的研究机构对他的课题兴致缺缺，几次申请都遭拒，这让初出茅庐的辛顿备受打击。学术圈内对他的评价充满争议，有人称他是有远见的疯子，也有人觉得他不过是在早已被证伪的感知机上浪费时间。面对困境，辛顿没有妥协。为了寻求更开放的研究环境，他毅然决定离开家乡，踏上大洋彼岸的土地。来到北美后，辛顿辗转于多所大学，从加州到宾夕法尼亚，再到卡内基梅隆大学，不停寻找能够支持他理念的地方。在美国，他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研究者，其中一位是大名鼎鼎的认知心理学家戴维·鲁梅尔哈特。两人一拍即合，决心联手攻克神经网络面临的最大难题：如何有效地训练多层神经网络。毕竟，让网络学听起来美好，但具体怎么学？单层的浅层网络或许还能凭经验调整参数，可一旦层数多了，误差如何在多层之间传递和修正，成了难以逾越的屏障。经过潜心研究，突破终于出现。1986年，辛顿与鲁梅尔哈特及另一位合作者联合发表了一篇里程碑式的论文，详细阐述了反向传播算法如何用来训练多层神经网络。这篇论文宛如在平静的湖水中投入一块巨石。在此之前，多数人认为拥有多层的深神经网络几乎不可能训练成功，因为中间层的参数调整无从下手。而反向传播提供了可行方案，它让网络输出的误差反传回去，一层层修正各自的连接权重，仿佛老师根据考卷逐题批改学生的错误，然后学生据此改进。这个概念听上去或许有些技术，但意义非凡。深层神经网络终于有了学习的武器。对于辛顿和少数坚持神经网络的研究者而言，1986年的这一成果无疑是巨大的胜利。他们欣喜地看多年来坚持的理念被证明是可行的。然而主流 AI 领域对此并没有立刻投来赞赏的目光，很多传统学者依旧保持怀疑。有人评论道：好吧，你证明了这方法在玩具问题上可行，但它能解决真正复杂的任务吗？在那些年，反向传播更像是一颗埋在土里的种子，虽已萌芽，但距离参天大树尚需时日。辛顿明白，真正的考验还在后头。80年代末90年代初，神经网络领域一度迎来短暂的春天。受到反向传播算法成功的鼓舞，一批年轻学者加入了神经网络研究的阵营，一时间连接主义似乎要翻身了。然而短暂的欢呼过后，现实又给了他们迎头一击。90年代中期，另一种新兴的机器学习方法，如支持向量机等算法，开始崭露头角，并在诸多任务上取得了优异成绩。相较之下，由于计算资源和数据的限制，神经网络在更大规模的问题上表现平平。一些曾对神经网络抱有期望的人再次失望地转向它。新一轮的冷遇接踵而至，神经网络仿佛又被打回了学术角落。许多人觉得它不过是昙花一现，就这样起起落落。辛顿却更加坚定，他深知问题不在理论，而在时代尚未准备就绪。神经网络需要两样燃料：强大的算力和海量的数据。而在20世纪末，这两样恰恰稀缺。辛顿预感到，用不了多久，计算机性能的飞跃和数字化社会的来临，会为他的深度学习插上腾飞的翅膀。1987年，辛顿在人生道上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这一次不是关于算法，而是关于科研环境的选择。由于对美国充斥军工资金的研究环境感到不安，他决定离开美国，前往相对清静的加拿大开展研究。彼时，加拿大在尖端科研上或许无法与美英相比，但也正因为远离主流中心，反倒给了辛顿这样不走寻常路的人一方天地。在加拿大，辛顿迎来了事业的新篇章。他加入了多伦多大学，并成为加拿大高级研究院一个研究项目的核心人物。远离了主流质疑的喧嚣，他终于拥有相对稳定的科研支持，
可以潜心探索神经网络的奥秘。在多伦多，辛顿开始培养自己的研究团队，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才慕名而来。其中一位来自法国的青年名叫杨乐坤，在辛顿手下做博士后，后来发明了用于图像识别的卷积神经网络。还有一位叫约书亚·本吉奥，在蒙特利尔从事相关研究，与辛顿志同道合。这个小小的朋友圈日后被誉为深度学习三巨头。那时的他们或许未曾料到这一称号，但他们确实一同撑起了神经网络研究的一片天空。三人各有所长，辛顿专注于如何训练深层神经网络，乐坤在视觉识别领域大显身手，本吉奥则深入研究了深度学习的理论与算法。正是他们不同方向的突破交汇，最终引爆了这场 AI 的深度革命。虽然人少势单，但这股连接主义的小潮流并未停滞不前。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他们的研究在某些领域开始开花结果。比如，乐坤的卷积神经网络已经能让机器读懂手写数字，在银行识别支票上的邮编。一些语音识别系统也尝试引入神经网络，提高了识别率。这些成功虽不算铺天盖地，却足以证明神经网络并非没有用武之地。然而，大多数人仍将这些进展视作特例，觉得神经网络只能处理些小玩意儿，上不了台面。千禧年之后，时代终于开始向辛顿这边倾斜，计算机的算力随着摩尔定律节节攀升。更重要的是，互联网时代带来了海量的数据。机器学习模型最需要的燃料、数据和算力，如今正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辛顿敏锐地意识到，属于深度学习的时代也许就要来了。2006年，他和学生发表了一项突破性研究，通过逐层训练的方法，让神经网络的层数可以堆得更深，并仍然学得会东西。这种新方法被称为深度信念网络，堪称现代深度学习的开端。学术界再次为之侧目，原来10层以上的神经网络真的可以训练，不再只是停留在幻想。这一次，更多的人开始重新审视神经网络。辛顿的实验室里，学生们摩拳擦掌，预感一场更大的胜利在向他们招手。然而，要彻底征服人工智能领域的高峰，他们还需要一个契机，一个能让深度学习一鸣惊人的舞台。这个机会很快就出现在他们面前。2009年前后，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李飞飞教授构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型图像数据库 ImageNet。 这个数据库拥有1000多万张标注好的图片，涵盖几乎人类能想到的所有日常物体，从猫狗到汽车，从水果到工具。如此海量而丰富的数据在当时引起一些人的质疑，机器学习算法真的用得了这么多数据吗？但在辛顿看来，这正是深度学习大显身手的好机会。数据有了，算力也有了，剩下的就是大干一场，去证明给世人看。辛顿和他的2位研究生亚历克斯·克里兹夫斯基和伊利亚·苏茨凯维决定挑战 ImageNet 图像识别竞赛。他们开发出一个庞大的多层神经网络模型，以亚历克斯命名，称为 AlexNet。 这个模型有8层之多，包含上千万个参数，需要用强大的 GPU 日夜不停地训练。在那段时间里，实验室的计算机整天轰鸣运转，训练过程紧张而兴奋。每当算法跑完一轮迭代，他们就查看一次网络的识别准确率，看着那个数字一点点攀升，仿佛看到黑暗中渐渐亮起的黎明。终于，2012年的关键时刻到来了。ImageNet 大赛结果揭晓，辛顿团队的 AlexNet 模型以压倒性的优势夺魁。它的识别错误率远远低于其他参赛者，领先幅度之大令人难以置信。AlexNet 的错误率只有约 15%， 而此前其他优秀算法在 26% 左右。将错误率几乎减半的突破让计算机视觉领域的研究者们瞠目结舌。要知道，在此之前，没有人敢想象机器识别图片竟能做到这么高的准确率。而如今，这个由辛顿团队打造的深度神经网络，第一次让人工智能在视觉感知上取得了质的飞跃。消息传开，学术界和工业界为之震动。那一刻，许多曾经不屑神经网络的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判断。
某位资深教授感叹：“我做了一辈子图像识别，没想到最后被一个学生用神经网络给超越了。”许多人恍然大悟，也许新盾尖象才是真正通往智能的大道。一时间，深度学习成为科技圈最火热的词汇，各大公司竞相投入巨资，建立深度学习团队，生怕错过这场技术革命。谷歌更是在赛后不久，以重金收购了新盾和学生创办的深度学习初创公司，邀请新盾加盟谷歌大脑团队，全面推动公司的 AI 战略。回首深度学习在工业界风卷残云般的扩张，新盾也乐于将知识分享给更多的人。2012年，他甚至在网上开设了一门免费课程，教授神经网络理论，数万名学生踊跃报名。这一盛况令新盾感慨万千，当年无人问津的冷门课题，如今有如此多的年轻人趋之若鹜，世界终于跟上了他的脚步，而他也乐于充当引路人，让深度学习的火种播撒向更远的地方。面对如此巨大成功，新盾却依然冷静清醒。他自己也笑言，仿佛一夜之间，所有人都开始谈论起我研究了半辈子的东西。深度学习时代全面降临，新盾作为开拓者之一，成为各方追捧的明星学者。然而，他却始终保持着学者特有的谦逊和平和。面对赞誉，新盾总是将功劳归于他的学生和团队。他笑言自己只是恰好比别人多坚持了几年罢了。领奖台上，当新盾与勒昆、本吉奥一起捧起图灵奖奖章时，这三位深度学习三巨头相视而笑，仿佛在说：这一路走来，真是不易啊。2018年，新盾、勒昆、本吉奥共同获得了图灵奖，这是计算机领域的最高荣誉，对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坚持深度学习的肯定。曾经的旁门左道终于登上了最高的殿堂，世界各地媒体纷纷称他们为人工智能教父、深度学习先驱。新盾在聚光灯下侃侃而谈，谈笑间回忆起当年的孤独探索，令人感动。或许在许多人眼中，他已功成名就，可以安享 AI 黄金时代的荣耀。然而，就在大家以为新盾会继续高歌猛进的时候，他内心的另一种声音却日渐响亮。深度学习的大发展让人工智能应用遍地开花，智能音箱能听懂我们的语音指令，手机相册能自动按人脸归类照片，自动驾驶汽车已经在道路上飞驰，甚至连复杂的围棋博弈 AI 也能胜过人类顶尖高手。2016年，谷歌 DeepMind 的 AlphaGo 击败世界冠军李世石，震撼了全世界。这些原本科幻般的场景正逐步走进现实。新盾看到自己的研究结出了如此繁茂的果实，欣慰之余，开始冷静思考其中潜藏的隐患。越是深入了解这些系统的能力，他越是感到一丝不安。毕竟，当年的他只想着让机器变聪明，却从未细想机器有朝一日会不会变得失控。真正令新盾警醒的是近几年 AI 的飞跃式进步，尤其是大型语言模型的出现，让他大为震惊。ChatGPT 这样的对话 AI 已经能够与人对答如流，写文章、编程序，展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智能泛化能力。他们有时候给人的感觉仿佛拥有自我意识的智能体，尽管其实只是通过计算统计模式在预测下一个词。新盾意识到 AI 与人类认知之间的差距正在急剧缩小，甚至在某些方面开始超越我们，比如记忆容量、计算速度以及分析海量数据的能力。巧合的是，这场划时代 AI 热潮的引领者中也有新盾门徒的身影。让新盾震撼的 ChatGPT 背后， OpenAI 公司的首席科学家伊利亚·苏茨凯维正是当年在他手下训练出的学生。徒弟的成就让师傅既骄傲又警醒，深度学习这一脉薪火相传，正成长出超乎想象的力量。2023年，新盾做出了一个震惊业界的决定，他宣布辞去谷歌的职位。这消息犹如平地惊雷，当时谷歌正处于 AI 竞赛的尖端，而新盾在其中扮演着重要顾问角色，突然退出，许多人猜测他是否与公司产生矛盾，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新盾坦言，他离开谷歌只是为了能够自由发声，毫无顾虑地谈论 AI 的风险。他不想因为自己的员工身份而有所顾忌，毕竟身在大公司，高谈 AI 潜在危险，
多少会影响公司形象。离职后的辛顿没有了顾虑，开始向公众袒露内心的担忧。离开谷歌后，辛顿积极投入公共讨论，他频繁接受媒体采访，站在各大论坛上阐述他的观点。有记者这样描述与他的会面：这位70多岁的 AI 先驱在交谈中时常踱步，难掩内心的焦虑和激情。他一边来回走动，一边语速飞快地描绘着 AI 未来的光明与黑暗，那神情仿佛在权衡一场关乎人类命运的豪赌。这幅情景让人真切感受到辛顿对 AI 前途的忧思几乎溢于言表。辛顿在媒体采访和公开演讲中反复强调一个观点： AI 的进化速度可能快到超出人类掌控。一旦人工智能的能力全面超越人类智慧，我们将很难预测它的行为。最极端的情况下， AI 甚至可能对人类社会构成生存威胁。这听起来耸人听闻，却并非危言耸听。连辛顿自己都直言，几年前他还觉得这些担忧是遥远的科幻，如今不得不认真对待。他打了个比方，如果你不知道外星人什么时候到来，那么当他们真的降临时，你会措手不及。而高度智能的 AI 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我们自造的外星人。他的意思是AI 的思维方式和我们完全不同，却又在某些方面表现得和人类一样，甚至更强大。人类或许能与之对话，未必真正理解他们的动机。更现实的隐忧是，在短期内 AI 可能被滥用，对人类社会造成种种冲击。辛顿警告说， AI 可以用于制造海量虚假信息，蒙蔽大众视听，也可能被用于大规模监控，侵犯隐私，引发对集权的担忧。它还可能替代许多人的工作，掀起失业浪潮。算法偏见则可能在无形中扩大社会不公，甚至在军事领域，若自主武器得不到约束，后果将不堪设想。曾几何时，这些失控 AI 的场景只是科幻电影中的桥段，如今由辛顿这样一位毕生致力于提升 AI 智能的人亲口提出，不能不让世界为之震动。在2023年5月的一封公开声明中，辛顿和包括本吉奥在内的许多 AI 专家一同签名，呼吁全球将避免 AI 导致人类灭绝的风险视为当务之急。这封声明措辞简单，却极其沉重，降低 AI 带来的灭绝风险应与防范流行病和核战争同等优先。短短一句话，表达了辛顿几十年经验凝聚的忧思。他明确表示支持各国政府对先进 AI 技术进行监管，制定安全标准。在他看来，现在 AI 的发展速度太快，各界需要先按下慢放键，想清楚如何确保安全，再让 AI 跑得更远。曾经那个激情澎湃要创造出聪明机器的青年，如今变成了告诫世人小心 AI 利刃的长者。这种角色的转变耐人寻味，却也带着几分悲壮。辛顿一方面依然期待 AI 的美好前景，他并未主张停止 AI 研究，相反仍希望 AI 能用于医疗、教育等造福人类的领域。但另一方面，他不得不站出来指出皇帝的新衣，提醒所有沉醉于技术进步的人警惕潜在的深渊。这像是一场自我的对决，曾经的梦想与当下的忧虑在辛顿身上交织碰撞。有人问他是否后悔开启了这场 AI 革命，辛顿苦笑道，如果不是我，自然也会有别人搞出这一切。他无法让时间倒流抹去深度学习的发现，但希望现在还有机会引导他朝正确、安全的方向前进。他的语气中透着复杂的情感，既有对技术失控的担忧，也有对人类能驾驭自己创造物的期许。如今，辛顿更像是一名为人类未来而战的斗士。他曾经孤军奋战，只为证明机器可以像人一样学习。现在，他再次选择站在少数派的一边，呼吁业界放慢脚步，加强监管，确保 AI 不会走上失控歧途。不同的是，这一次他的呼声得到了更多人的响应，越来越多 AI 研究者和科技领袖开始公开讨论 AI 安全问题，各国政府也着手制定相关政策。这或许也是辛顿的一个愿望，他并非想毁掉 AI， 而是要守护人类不被 AI 所毁。回望辛顿走过的半个世纪，在1970年代，他是执着冷门理论的异类，在2012年，他成为引领 AI 革命的英雄，而到了2023年，他却化身为敲响警钟的先知。
他的故事让我们明白，人类在创造奇迹的同时，也必须直面可能的代价与风险。如今，这个问题也摆在了每一个人类面前。当 AI 变得越来越强大时，我们该如何面对？也许没有谁能置身事外。辛顿的故事正提醒我们，在拥抱未来科技的同时，别忘了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必要的谨慎。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确保自己掌控着人类的命运之舵。